那我想补充的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美国现在怪俄罗斯不该发动这场战争，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去挑动这场战争呢？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报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美国想制造2个乌克兰，恐怕俄乌双方都不会答应。乌克兰战争呢，已经超过了100天了，美国媒体开始越来越多的讨论如何停战。按照美国式的媒体管制模式，这显然是拜登政府在试探口风，看看社会舆论和国际舆论的反应，是不是能接受乌克兰停战。至于具体的内容，美国媒体已经给出了解决方案，那就是如同朝鲜战争那样，让乌克兰政府放弃已经被俄罗斯占领的部分，包括顿巴斯和克里米亚。这让人感到很诧异啊！拜登政府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几百亿美元的军事援助。1个月之前，拜登还在推特上说，俄罗斯经济正在步入实力减半的轨道。在此次战争之前，它曾是世界第11大经济体，很快它甚至不会跻身前20名。如果就这样虎头蛇尾的结束战争，拜登的政治声望会遭到极大的损害。他难道不想为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吗？他不打算竞选连任吗？所以说让人感到很诧异。其实拜登政府何曾愿意和谈呢？只不过他已经很难支持乌克兰把仗继续打下去。不但乌克兰的军队打不赢，而且在美国的国内国外，反对战争的呼声是越来越大。到5月底，顿巴斯的乌克兰守军已经基本被合围，俄罗斯军队综合协调火炮、步兵、装甲和空中力量步步紧逼，乌军每天战死100多人，在美国国内统战率已经达到了40年来的最高点。尤其是汽油价格的上涨，让天天开车的美国民众是不堪重负。美国的公交系统并不发达，而且充斥着流浪汉瘾君子普通人是避之唯恐不及。要是不开车，多数美国人日常生活都无法维持，所以油价对社会经济的打击是非常明显的。在欧洲，很多国家也反对继续支持乌克兰。荷兰和丹麦反对乌克兰加入欧盟。根据彭博社的报道，丹麦给欧盟委员会的一封外交照会指出，乌克兰没有充分的满足保障民主、法治、人权、尊重和保护少数群体的标准。在德国根据5月5号的一项民意调查，57%的德国人认为向乌克兰提供重型武器会导致战争扩大到欧洲其他国家，而支持军援重型武器的德国人只有34%。所以拜登政府不但自己没有多少能力继续支持乌克兰战争，北约的盟友同样的感到不耐烦、厌倦了。这个时候提出停战，其实是希望俄罗斯见好就收按照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说法，乌克兰有可能实现和平，唯一的问题是牺牲多少土地、独立、主权、民主和自由。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道德困境。那么拜登政府的想法能实现吗？我们要看到这样一个现实，美国之所以能够制造2个朝鲜，是因为美国投入了巨大的兵力和财力，在朝鲜打了一场极其惨烈的战争，最后双方在38线附近达成了军事平衡。中朝方面要是想把战线继续向南推进，彻底的消灭驻韩美军和李承晚政权，从综合实力上看是做不到的。但是到了越南战争期间，美国想保持2个越南的企图就完全破产了。南越政权是腐败无能，军队战斗力低下，完全挡不住越南人民军的攻势，所以美军和美国的外交机构只能仓皇逃跑。所以在乌克兰问题上，美军不肯出一兵一卒，就想制造朝鲜式的分裂，我看对俄乌双方都是毫无说服力的。根据美国军方的估计乌克兰期间已经伤亡了7万人以上，其中大约1万人阵亡，4-5万人受伤，大概有1万人被俘。从苏联时代继承的大部分重武器都已经用光。乌克兰民众对俄罗斯的仇恨那已经被煽动起来了。泽连斯基政府很难在失去1/5国土的情况下与俄罗斯谈判和平解决方案。俄罗斯方面呢，虽然俄军打得不太漂亮，但是依靠优势的炮火，俄军正在顿巴斯地区一步步前进。俄罗斯经济也没有出现崩溃的迹象。西方在战争前期对俄罗斯实施了堪称疯狂的制裁，除了直接出兵之外，能用的手段是全都用上了。
因此俄罗斯肯定也不会轻易接受美国提出的停战协议。有一些美国媒体很直白的评论说，要想和谈，交战各方实际上将回到明斯克框架上，而这个正是美国所破坏的东西。俄乌双方迫切需要达成一项和平协议，但这就意味着一开始就没有发动这场战争的必要。那我想补充的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呢？美国现在怪俄罗斯不该发动这场战争，那你当初为什么要去挑动这场战争呢？好，这个话题就说到这里。